上一世爸爸破产，妈妈带着一骨头也不回的抛弃了我，结果不到1年，爸爸就走了大运，不仅还清了债务，资产更是比以前翻了数倍。他给了我最奢靡的生活，而弟弟却一直跟妈妈租住在地下室，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。因此弟弟嫉妒我命好，带我去玩了跳楼机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爸爸破产当天。这次弟弟毫不犹豫地抓住爸爸的手，爸爸，带我走吧，咱们父子俩一起努力，东山再起。看到他眼底闪烁的贪婪，我立刻意识到他也重生了。妈妈闻言表情有些失落，跟妈妈走吧，妈妈一定会对你好的。不要脸！对我好，跟你一起住在地下室捡破烂，是那王都嫌弃的垃圾，就是对我好。你赶紧走吧，我指认我爸。妈妈的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。可是你爸已经……弟弟抬头看向爸爸，脸上天真无邪，嘴里却说出最扎心的话。我跟我爸一个姓，你才是这个家的外人，一个族谱都上不去的女人，跟着你也是丢一辈子人，凭什么拥有我的抚养权？抚养我的人只能是爸爸。爸爸欣慰的大笑，又自信的看向身为长子的我。没等我开始动作，弟弟阮帆就抢先说：哥，你就跟妈呗，苦日子有我陪着爸就够了。虽然她是外人，但好歹也是你亲妈，总不能一个孩子都不给她留吧？自己选的时候只认钱，现在又开始站在道德制高点装好人了。我淡淡一笑，牵起妈妈的冰冷的手，柔声安慰：妈，以后我陪着你。没想到你和你妈一样是个势利眼，以后你一定会跪着来求我。见我们都坚持自己的选择，爸妈只能各自为我们收拾行李。弟弟双手环胸，对着我挑衅：阮梦，恭喜你选择了底层的生活，势利眼只配活成阴沟里的老鼠。阮帆，希望你别后悔。弟弟笑得跟上一世带我爬山时一样癫狂。你还是先想一想市里哪个垃圾桶塑料瓶多吧。等同学都嘲笑你是个臭要饭的时候，我看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淡定。真是好笑，他还真以为爸爸仅凭自己的双手就能在1年时间里还下上千万的债务吗？妈妈把我带到她临时租住的地方，墙壁上全是反潮的水珠，木头的床脚早已经朽坏了。这里和1年后爸爸的独栋别墅确实差得太远了，甚至比不上现在爸爸的居所。不过妈妈过得越窘迫，越能证实我心中的猜测。所以妈妈离婚一定不是嫌弃爸爸穷，而是另有隐情。她见我惊愕的样子，慌忙地拿起一旁的拖把，想要把水渍擦干，充满歉意地对我说：等妈妈处理完一些事，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我不在意的摇摇头，拿起抹布帮她一起擦地。上一世我也见过几次妈妈，有一次坐在爸爸的保时捷上，看见妈妈扛着一麻袋矿泉水瓶，焦急地追着生气的弟弟。当时阮帆也注意到了我，怨毒的眼神像要把我当场给活剥了。后来见到妈妈，是弟弟跑来找爸爸，他因为担忧跟了过来，我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正好看到弟弟在给妈妈洗冷水澡。听弟弟的描述，上辈子妈妈整天说出去找工作，却每天只能带回可怜的几块钱。那他到底出去做什么去了？我正在思索着，就听见妈妈略带卑微的声音响起：阮梦，你会不会后悔跟我？怎么会？我是心甘情愿跟着您的。妈妈眼睛有些湿润。就在这时，弟弟的视频电话打了过来。爸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他们一定都在跪着擦的。啧，阮梦不是一天到晚跟我讲什么孝顺的大道理吗？那你就慢慢陪着你的穷妈妈捡破烂吧。视频里，爸爸不屑地瞟了我们一眼，鼻子里轻哼了一声。妈妈被气得一脸通红，咬牙切齿地说：阮骨头，你做了这么多坏事，会遭报应的。哎呀，还是自己爹的又不是我，住在那鬼地方的也不是我，我们2个谁遭报应？提到外公的死，妈妈开始呼吸急促，我连忙挂了电话，将她扶到一旁。弟弟不依不饶地发来语音：哥，当穷人的滋味怎么样？悄悄告诉你，不要1年，我的洗手间会比你整个房子都大。我吃过的苦，一定要让你10倍的吃下去。看来他还不知道我也重生了。我放下手机不去理会。算算时间，阮帆也嚣张不了多久，不如就这样放着他，站得越高，摔得才越疼。可见我不理会，弟弟消息反而发得越频繁，并且不断地指责妈妈的无能，像是在宣泄上一世的委屈。我告诉你，那个穷女人有多蠢，将来会有人拿着100万现金给她，她还会把人给赶出去。听着弟弟不断地向我透露未来我不知道的事，只能说他确实被妈妈保护得很好，活了2世竟然还能这样天真。你说她长得那么漂亮，怎么就不去利用这个资源呢？也省得让我吃那么多苦了。看见弟弟发来这样的消息，怒火一下窜到我的头顶，忍不住回他：混账，她是你妈！弟弟见我终于回话，信息秒回：他配吗？连自己都养不起，还生孩子，活该！我气得哆嗦，干脆将手机锁屏，又看了一眼床上满脸泪痕的妈妈，心里暗暗发誓：有了上一世的记忆，我一定能守护好你。妈妈每天都会准时出门，做什么却从来不说，但她又总能在饭点出现。吃的虽然简单，但从来没有让我挨过饿。这种朴素平常的生活是我上辈子想都不敢想的。当然，我也有自己的事要办。每个人都有秘密，只是现在还不到揭露的时候。这天我刚回到家，就接到同学柳如烟的电话，她声音有些急促：阮梦，你快过来，我刚看到阿姨被一群人打，现在昏倒在路边了。等我焦急地赶到时，看到柳如烟正努力用自己娇小的身躯挡在妈妈身前，而弟弟居然也出现在了这里。他不怀好意地盯着柳如烟看。躺在地上的是我妈妈，这里交给我就行，你最好别多管闲事。
柳如烟吓得发抖，但还是鼓起勇气扯着嗓子喊：胡说！刚刚阿姨被欺负，你在旁边一直笑。你真是他儿子的话，怎么可能干得出来这种事？刚刚那些多人，我能怎么办？再说了，是他自己蠢，非要去人家厂子里闹事，那是活该啊！我冲过去，直接给了弟弟一拳，挡在两个女人身前。你这个混账！不过是2个月未见，阮帆就明显消瘦了一圈，头发蓬乱，一看就过得并不好。弟弟上下打量我，眼底闪过羡慕，但很快又被憎恶替代。你为什么一点事也没有？为什么和我之前不一样？他这种人是不会明白的，坐等和依赖根本换不来好的生活。我衣着干净，是因为我有能力让我和妈妈温饱不愁。弟弟一手捂着脸，一手指着地上的妈妈，咧嘴笑着。你知道这个女人还是个爱押宝的吗？难怪天天出门也带不回来几个钱，搞不好真出去利用外表了，然后都用在了押宝上。哈哈哈，你的妈妈宁愿把钱输了也不给你花，亏你还以为她多爱你，真是天真愚蠢。我也想知道妈妈为什么要去那个厂子，可现在最重要的是先送她去医院。我不去理会弟弟的嘲笑，蹲下身子准备将妈妈背起来。想走？你当这里是菜市场啊？这么让你们走了，我怎么跟江哥交代？弟弟手一挥，几个黄毛站了出来，对着我们邪笑。我刚把拳头攥紧，就听见身后柳如烟哆哆嗦嗦的声音响起：你们别乱来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你这个女人敢坏我们规矩！眼看几个黄毛就要冲过来了，帽子叔叔充满震慑力的声音响起：都给我住手！帽子叔叔3两下就制服了几个黄毛，弟弟却早在柳如烟说报警时悄悄逃离了。我背着妈妈，请求帽子叔叔送我们去医院。带队的老警只是看了一眼昏迷的妈妈，立刻露出惊讶的表情，声音有些颤抖：这不是老周的女儿吗？快上车！在警车上，老警一直在叹息：怎么会这样？这让老周走得不安心啊！你是老周的外孙吧？劝劝你妈妈，别再执着了。等到了医院，老警付了医药费，留给我一张写着他名字和手机号的纸条，就匆匆离开了。我印象中的外公就是个再寻常不过的打杂工，怎么会认识帽子叔叔？我还在愣神，柳如烟的声音突然响起：阮梦，你别担心，医生说阿姨没什么事。我这才想起这个弱小但勇敢的女孩也跟着我来了医院，我有些过意不去。谢谢你，柳如烟。柳如烟脸颊一红，微微点了点头，就一蹦一跳的离开了。我赶回病房，推开门的时候，就看见妈妈正对着外公的照片和一个警号放声大哭。但是我没用，这么久了也拿不到证据。当初若不是我瞎了眼，软骨头也不会有机会接近你。因为过于激动，妈妈头上的伤口又崩开了。见到我进来，妈妈慌乱地将东西塞到枕头下面，又随意地抹了一把眼泪。看见她着急掩饰的样子，加上上一世我所了解到的爸爸的声音，心里也有了8、9分的猜测。我外公不是什么清洁工，他是警察，而且极有可能是被我爸爸害的。妈，外公的事杨叔都跟我说了，只是我不太相信，你能告诉我吗？不可能！他怎么会告诉你呢？绝对不可能！其实刚才的老警杨叔什么都没说，可我想赌一把。妈，我长大了，有权利知道这些。妈妈一愣，沉默了几秒，再次将外公的照片和警号拿了出来。你外公其实是一名卧底。我瞳孔被听的瞬间放大，虽然早有猜测，但亲耳听到还是有些震撼。那个整天笑呵呵给我和弟弟买糖葫芦的老人，做的是这样令人敬佩的工作。你外公在全城最大的娱乐场所潜伏了很多年，就是想找到他们作恶的证据。可是我无知，竟然把你外公的一些奇怪的行为当作玩笑一样说给了软骨头听。不久后，他们就在郊区废弃的污水沟里发现了你外公已经肿胀的尸体。说到这里，妈妈低着头捂着脸哭。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意外，可在他去世10年后，警察找到我交给他的遗物，我才知道他可能死于他杀，只是却找不到证据。就几个月前，你爸爸生意失败，我听到他说要用你外公的死再去找老板敲一笔，干他的老本行翻身，我才知道是他告密害死了我爸爸，而我竟然还给他生了2个孩子。妈妈自责又无助地哆嗦着身体，可我知道她已经尽力了。和爸爸背后庞大的集团相比，他能够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就已经倾尽了所有。我像个大人一样拍拍妈妈的肩膀，红着眼睛沉着嗓音说：妈，替外公报仇的事交给我好吗？下一秒，妈妈突然情绪激动的大吼：不行，你不能去为他报仇。为什么？我想明白了，你外公已经死了，我既然已经离开了软骨头了，就应该开始新的生活。算妈求你了，别去管这些孩子。可我知道，外公的死会成为压在妈妈心头的石头，不可能放得下。最重要的是，从阮帆如今的能力来看，我知道爸爸不会那么轻易放走我，他需要一个合格的接班人，这也是他上辈子强行留我的原因。与其在这里等着他，不如主动攻进去。更何况我准备了这么久，也是时候找他试一试了。为了取得妈妈的同意，我拨通了杨叔的电话。在只有我和杨叔的密室里，我向他展示了部分自己的能力。杨叔思考了许久，才决定和我一起赌这一把。可即使杨叔再三保证，妈妈也不愿意松口。就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弟弟发来了语音：阮梦，那个女人死了没？你们还敢报警？看江哥怎么收拾你！我将语音放给妈妈听，带着无奈的语气说道：
妈，就算我不做，他们也会不停的找我的麻烦。难道你希望你儿子哪天也莫名其妙消失？我刚说完，杨叔立刻瞪了我一眼。我也知道我说的太重，果然妈妈在被吓得一激灵后，点头同意了我的想法。自这一刻起，我的脸上出现了藏不住的兴奋。弟弟，我会让你知道，重来一世，你照样不是我的对手。之后，我一身落魄的样子，跟着爸爸来到他的大别墅。他眼里是溢出来得意，指着满屋子的高档品炫耀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比你妈那强上10000倍？你早就应该投奔我了。弟弟嘴角勾着笑朝我走来，不怀好意地伸出手对我拥抱，在我耳边轻语：“哥，欢迎你来接替我，享受这人间地狱啊，不是人间天堂。”我对弟弟的手腕轻轻一捏，他瞪了我一眼后，不情愿地松开了手。佣人小步过来拿我的行李，却被弟弟一脚踢倒。蠢东西，那堆脏东西拿进屋，污染了空气怎么办？弟弟说完，还挑衅地看了我一眼。我立刻眼睛一红，对着爸爸委屈地说：“爸，我是不是不该来找你？弟弟好像不欢迎我，我还是走吧。”乱翻，马上跟你哥哥道歉。弟弟一句凭什么还没完全落下，就被爸爸一记眼刀吓得跌坐在地。妈妈从来没有吓唬过他，可在爸爸这却是家常便饭。这一幕我太熟悉了。弟弟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阴毒地看着我，一双眼睛要像喷出火来。都快1年了，你那几个东西还学不会，还有脸在这找你哥哥的麻烦？给我滚进屋！我没去看弟弟，只是默默地跟着佣人走进我的房间。看到眼前的场景，我愣住了几秒，随后笑了。一个没有窗的杂物间，房间里只有一张简陋的木板床，和弟弟3楼豪华的套间相比，这里连佣人房都不如。少爷，家里还来不及收拾，请您在这里先委屈一下。我不在意地将行李放在地上，还礼貌地道了声谢谢。按照爸爸的性格，一开始给我下马威很正常，因为我一开始没有选他。那现在测试我的服从性就是必须的一环，没关系，时间很长，当年外公能潜伏几年，活了2辈子的我一样可以。晚餐的时候，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美食，我刚加了一根青菜，就听见弟弟阴阳的声音：“哥，怎么不配点黑松露？吃不懂吗？你现在跟着爸爸，有些穷酸的习惯要改一改了。以后参加酒会，红酒都叫不出名字，那丢的可是爸爸的脸。几个朋友知道我有个捡破烂的哥哥，已经笑话我了，你还想让爸爸也被人笑？”我稳坐不动，只是嗤笑一声。我的朋友可不敢笑我，我有一个只会打嘴炮的弟弟。我在暗讽他只不过是那些2代的跟班。弟弟被我一句话气得站了起来，双手撑住桌子回怼：“你不过是一个吃不了苦才来求我们收留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笑话我？”我慢慢地将口中的食物咽下，才开口：“就凭我是爸爸的长子，你什么时候见过家产是次子继承的？”余光瞥见爸爸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，我知道，我赌对了。傻弟弟，一个优秀的接班人，首先就要有一个不会随意波动的情绪。无论是我表现出来的冷静，还是言语上的犀利，都已经完全碾压了弟弟。果然，爸爸冷声对他说：“乱翻，你再敢挑衅你哥，别怪我又把你送去江城那学规矩。”可是爸，是我一直对你不离不弃。哼，你那不过是趋利避害，少跟我装。你觉得我会信一个连自己亲妈都下得去手的人，会突然爱我这个从没尽过责任的爸爸吗？爸爸根本懒得看他，却赞许地对我点了点头。1个月后，爸爸就允许我到了他手下最大的厂子。我知道机会来了。弟弟见到我的时候，一脸不可置信。为什么你可以在这里？爸爸说过，这以后是我的。不等我说话，他很快又镇定下来，对着一众的小弟介绍起我。我这个哥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到时候你们带着他多看看，他要是实在手痒，就扔给他几块钱试试。别说太多了，他可还不起。我听见他身后小弟的哄笑，根本不去理会，只是仔仔细细地将赌场每一个角落都记在了心里。弟弟见我四处观看，忍不住讥讽：“怎么想试一把？我陪你啊！”我红着脸搓搓手，满脸不好意思：“真的吗？我从来没玩过这个。要不我们先玩点小的。”我的样子一下就逗乐了弟弟，毕竟我回来的这1个月，他在我身上吃了太多瘪，这下终于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。弟弟挽起袖子，忙不迭地喊人准备。好好好，我今天就让你心服口服。就在我和弟弟坐在桌上的时候，江晨带着人走了过来，弟弟立刻站了起来，像是形成了肌肉记忆一样，对着江晨哈着腰问好。见我坐着不动，弟弟又一脚踢到我椅子上，对着我怒吼：“江哥都来了，你还坐着，懂不懂规矩？”真没想到，作为少爷的弟弟对一个打工的都怕成这样，那面对那些二世祖的时候，他会是什么嘴脸？我没有起身，只是平静地对着江晨开口：“你打扰了我和弟弟打牌的兴致，爸爸没教过你规矩吗？”江晨见我并不怕他，还愣了一下，然后端正地坐在弟弟的位置上，笑着开口：“软翻的技术还不到家，要不我今天陪大少爷玩，不知道大少爷想玩什么，准备下什么注？”早说嘛，我对这还不太了解，玩什么干脆你说了算。弟弟一脸坏笑地在江晨耳边说了几句，江晨好像松了一口气，随意地要过来2个骰子。这个吧，最适合新手。我点点头，又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不过我不太会，你能不能先演示一次怎么玩？弟弟看着我挠头的样子，睁大了眼睛，随即鼻子一哼：“你平时的这样都是装的吧？真是没见过大世面的土包子。”
我没反驳他的话，只是催促江晨快点开始。我看电影《赌神》都能听声猜点数，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弟弟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，刚想嘲讽，江晨就已经停下了摇晃的动作。打开后，3个6，2个1，牛啊，江哥！弟弟的欢呼声脱口而出，同时朝我显出看戏的表情。小菜鸟，看你的了，摇头子可是这行的基本功，学不会就继续跟着你的穷妈妈捡垃圾去吧。我拿起面前的东西，学着江晨的样子，左几下，右几下，还时不时的将耳朵贴进去听声音。弟弟看见我煞有其事的样子，忍不住吞2下口水。他和我都知道，爸爸此时一定在监控后面看着这一幕。大约晃了4、5分钟，大家都已经不耐烦的时候，我终于停止了手中的动作，慢慢把工具放在桌面上。所有人都伸长脖子看向我晃出来的结果。2、3、4、5，哥，你太搞笑了，这么乱七八糟的数都能被你摇出来。弟弟已经笑弯了腰，江晨又坐直了身子，像是在强压嘴角的笑意。大少爷，第一次是这样的，以后可以好好跟我学。我将眼前的头子一推，有些不认同江晨的说法。我看这东西就是纯凭运气，有什么学不学的？我说着指了指阮帆，他学了这么久，还不只是个小喽啰。听见我特意点他，弟弟有些心虚的顿了一下，重生后他黏在爸爸身边，本来是想像上一世他看到的一样，坐豪车穿名牌，有过不完的潇洒日子。可他哪里想到，爸爸根本不把他当人看，那么多复杂的手段，学不来就挨批，后面更是都懒得自己教，把他丢给江晨管。慢慢的，根本就没人把他当少爷看。为了撑起面子，阮帆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去讨好江晨，再加上江晨也就只是个半路出家的，所以阮帆那些手艺根本入不了爸爸的眼。但我现在是当着一众小弟的面记住他怎么能忍？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哥，要不咱俩也来一局 ？OK， 对嘛，2个新手对决才公平。听到我说新手，弟弟的脸瞬间就沉了下去。再怎么他也跟着学了大半年，被我这个菜鸟说新手，他不要面子。哥，没东西啊，兄弟们不尽兴啊。也对，刚刚和江晨那局算是手，这次还不加点什么，兄弟们也会看不起我。爸爸刚给了我100万，我拿50万出来吧。不可能！什么？绝对不可能！100万？他为什么给你那么多钱？凭什么给你那么多钱？要知道，他跟了爸爸这么久，每个月也就1000的零花钱，再要就得挨收拾。可他多少也算个少爷，一群小弟在旁边，1000能做什么？如今我回来1个月就有100万，那他这大半年在江晨面前弯的腰算什么？对啊，这么多钱我也不会花，要不你就当是帮我了。我跟着妈妈的时候都是妈妈照顾的，也用不着自己花钱。我苦恼的样子看在弟弟眼里，简直就是极限嘲讽，也顾不上少爷形象，对着我恶狠狠地说：“50万不行，就用那100万。”我低着头思索了会，就从怀里掏出一张银行卡。行吧，那你的100万呢？弟弟怔住了，他哪里有100万？我看着他久久不动，疑惑地问：“弟弟，你倒是拿钱啊！兄弟们都等急了。”弟弟求助地看向江晨，江晨却厌恶地转过头去。你不会没有吧？那你找爸爸要啊！弟弟听到周边人的窃笑声，脸突然变得阴毒，对着我恶狠狠地道：“钱有什么意思？爸爸的家产反正都是我们2个的，我们把继承权拿出来赌，谁输了，谁永远不碰爸爸的生意。”小弟们开始窃窃私语起来。小少爷玩的有点大，这不是明显欺负大少爷？听说大少爷还是第一次玩，不会就成最后一次了吧？在众人的议论声中，我却缓缓抬头，轻声答应了下来。弟弟见我答应，大笑着拿起工具开摇，仅仅2分钟，他额头就冒出了汗，可见他内心的紧张。弟弟小心翼翼地打开工具，几乎屏住呼吸地看向上面显示的数字。3个6，2个1，江哥，你看见了吗？这终于晃出来了。哥，我劝你直接认输吧，这东西其实全凭技巧，你一个菜鸟。不等他说完，我已经双手抱起工具晃动了起来。大家看他2只手晃，没地下的坡的话，头子只怕都掉下来了吧？以后等我拿到这个场子，看你们谁还敢看不起我！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我放下了钟，调皮的看了弟弟一眼，慢慢的打开工具。哎呦我去，那是豹子！怎么可能有人真摇出了豹子？还是个新手！弟弟和江晨瞪着眼睛，一脸不可置信。你出老千，你怎么可能弄出豹子？你一定是作弊！弟弟抓起我的头子和工具仔细查看，脸上除了惊愕更多的是害怕。我耸耸肩，任由弟弟看完工具后又在我身上胡乱摸索。在他大约检查了15分钟后，突然响起了爸爸的声音：“虎娘，技不如人还不认输。”弟弟一看见爸爸，整个身子都在抖，就像看见天敌后的正常反应。爸，他就是靠运气，不可能刺死豹子的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如果真是运气，那也是老天在帮我选继承人，赌是你先挑起的，输了还不认，我就让江晨按赌场规矩办了。弟弟被吓得一哆嗦，肠子里对那些输钱闹事的都怎么处理，他可是清清楚楚，甚至自己都参与过，缺胳膊少腿那是常事，可却没人敢报警。爸，我知道错了。弟弟垂着脑袋不再说话，爸爸也懒得看他，转过头对我笑了笑。以后就让江晨跟着你，你先熟悉熟悉这个场子。爸爸的意思很清楚，
是让江晨跟着我，而不是我跟着江晨。江晨刚刚还严肃的脸，立马换上笑容。少爷，以后多照顾兄弟们啊。这还不够，他又踹了一脚弟弟的屁股。不懂事，少爷刚刚累了，还不去给少爷捏捏手？少爷的手最金贵了，以后我们都指着他吃饭的。弟弟不情愿地走到我身边，怎么也做不出伸手按摩的动作。江晨眯了下眼睛，直接一烧饼朝弟弟身上招呼。老子说话是不是不灵啊？你去清洁组跟几天工，表现好再回来。一听到清洁组，弟弟立马脸色一变，开始求饶。江哥，不，江姨，求你别让我去清洁组。你小子，老板还在这，你叫我爷爷是想害死我吗？弟弟哀嚎的被人拖走，我的注意力却始终在清洁组这3个字上。上一世就觉得神秘，但爸爸没让我接触的地方，那里应该有我想要的东西。江晨，为什么阮帆那么反感去清洁组？嗨，那是他胆子小，其实工作量不大，一些拦路虎绊脚石，总得有人收拾。我面上恍然大悟的感觉，这时爸爸过来拍拍我的肩膀，别学你弟弟，好好干。放心吧，爸爸，我不会让自己再回妈妈那边苦日子的，那些罪就让他一个人受着吧。爸爸哈哈大笑，欣慰的走了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爸爸几乎天天都会查看我的学习进度。其实早在上一世，我就已经将他这手艺学得如火纯青，可以说更是胜一筹。要不然，我怎么可能先扮猪吃老虎，再骗来弟弟的继承权？于是这一世，爸爸对我的学习结果相当满意，夸赞我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。软骨头的大儿子是天生圣手的传言几乎在这个行业传开。我爸找到我，有些骄傲又有些担忧的对我说：“阮梦，我老板要见你。”我强压住心中的喜悦，冷静地问他：“这是好事啊，您担忧什么？”我当然知道他在怕什么，除了害怕我有危险，他更怕的其实是我被选中后，他被架空。越是危险的行业，相互之间的制衡就越微妙。他帮老板做了很多清洁，也就知道了老板的很多秘密，包括我的外公。如今爸爸没事，完全是因为生意上的利益。一旦他没有价值了，结果可能就是意外丧命。爸爸一心想训练我的只有服从性，要不然为何这么久？他只教我这一招，可老板要见我，他也阻止不了。很快，他带着我就来到了一栋半山别墅前。管家打开门，大厅就已经设好了局。老板，您这是想要我们陪你玩几局吗？老板转过身，端着杯红酒坐在一边，微微笑了笑。不过今天我只观战，看你玩。爸爸环顾四周，声音带着霸气。那谁和我玩2局？见没人敢动，爸爸嘴角扬了上去。可他的笑容还没维持多久，就看见我走到了他的对面坐下。爸，谢老板让我陪你玩。看见我自信满满的样子，他瞬间明白这是老板针对他的一场局，或许是对我背叛的失望。向来面无表情的他脸上露出了恶意。阮梦，你的几招都是我教的，你现在就敢挑战自己的老子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爸爸眯着眼睛坐下，没好气的发问：玩什么？怎么玩？几个佣人端上来各种道具，谢老板手轻轻一抬：你是他爹，怎么玩你做主。至于代价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压你手下的全部产业。这小子如果输了，就自己断手断脚，从哪来回哪去。这场赌是我提的，但无论结果，对谢老板来说都不亏，他自然就同意了。爸爸沉着脸在道具面前挑选，终于手伸向了他从未教过我的扑克。既然老板想看，那就玩老板最喜欢的。也不给我说话的机会，爸爸就已经把牌拆开并交到了旁边那人手里。我笑着，也不让爸爸看出我任何情绪。那就开始吧。仅一局，却让我觉得发牌的过程无比漫长。对面坐着的可不是半吊子的江晨，更不是一无是处的阮帆，而是我2世入门的师傅。开始吧。爸爸开了底牌，无比自信地对我伸手，在众人的见证下，他一张张敞开。阮老板宝刀未老啊！爸爸勾着嘴，对着我意味深长地说道：这一行光靠年轻的血气是走不远的，孩子。然后他抬双手活动活动，有些骄傲地炫耀：我这双手就是我立命的本钱。我一直对着他淡笑，也不说话，自顾自地慢慢掀开自己的牌。天哪，他这可是顶级牌面！谢老板也站了起来，惊讶过后，突然哈哈大笑：后生可畏啊，老阮，你这个前浪是时候被拍在沙滩上了。爸爸怔怔地看着我，听到谢老板的话，腿瞬间瘫软，因为爸爸知道谢老板说的话可不仅仅是一个比喻。爸爸抬着手指着我，哆嗦地问：你怎么会？我挑着眉也不回答他。难不成我要告诉他，在杨叔收监的重犯里有扑克牌的顶尖高手吗？谢老板刚抬手，爸爸就连滚带爬地走到我面前，抓住我的裤腿：不要来救我！不要！儿子，救救我！我是你亲爹！滚！什么？我这么识时务的一个人，连我自己亲妈都不要了，凭什么救你这个没用的爹？爸爸惊恐地看向我，这回旋镖终是回到了自己头上，他已经成了无用的棋子，被几个人无情地拖了出去。谢老板抬起酒杯向我这的方向摇了摇，我知道我有资格进入他们内部了。那么他们的好日子也就要到头了。杨叔就带着一群人全副武装地踢开了半山别墅的门。谢老板当时还左右开弓地搂着不同的美女。原来那天爸爸被拖走的时候，被尾随清洁组赶到现场的帽子叔叔抓了个正着，
虽然爸爸当时被折腾的受了些皮肉苦，但在医院救治了许久后，终于睁开了眼。帽子叔叔赶紧问话，可刚刚取得证据，就看见爸爸露出前所未有的惊恐。岳父，不关我事啊！岳父，你放过我吧。然后他就断气了，咽气的时候眼睛都没有合上。杨叔又根据我提供的财务报表锁定了他们诈骗的事实，这才带着一群人将谢老板抓了起来。做完整件事，妈妈带着我去了外公的墓地，她在坟前泪流满面。但你的外孙替你报仇了。妈妈的心结终于可以放下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们看见弟弟一瘸一拐的在路边乞讨，妈妈有些不忍，想要上前，我皱着眉拉住了他。妈妈红着眼思索了许久，终于笑着摸着我的头：“妈都听你的，以后妈就只有你这一个儿子。”我扶着妈妈，迎着夕阳一同走向我悄悄为她置办的新家。